Hello，大家，我是彩娜。那上次影片我们有提到叙述统计及人口统计，然后从我们最基本的整理 Excel 档开始，然后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信度分析 （reliability analysis） 跟效度分析 （validity analysis）。那如何用 SPSS 统计软体做操作？今天我们也来先讲解一下研究架构图。然后我们总共有4个自变数，分别为 M、O、A、C。然后中介变数为 CV 跟 BI， 然后应变数为 PT 跟 PI， 然后我们总共要收集500笔的资料。然后这个是信度分析跟效度分析的模板表格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，左边是 second order， 就是检查各个构面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右边这个是 first order， 那就是检查各个题项之间的关系，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如果你要检查比较准确一点，最好还是做到 first order 的程度。然后信度分析呢，我们会需要填入的项目有就是 Cronbach alpha， 然后 alpha if item deleted 跟 item total correlation， 然后还有组合信度就是 CR 的部分。然后效度分析我们会需要填入的有就是 loading 值，就是建构效度，AVE 值就是我们收敛效度，跟相关系数的平方就是 phi 平方。信度分析的定义就是确保说各个构面或是题项其实是确保一致性的。然后我们信度分析的判别方式呢 ，Cronbach alpha 要大于 0.7， item total correlation 要大于 0.9， 就代表它是很好的，大于 0.7 代表是属于显著的，大于 0.5 代表是可以被接受的。然后我们的Component reliability 组合信度要大于 0.6。关于信度分析 SPSS 的操作呢，我们会先按分析，然后呢按比例，然后信度分析。然后假如我们想要确保说这个变数，比如说是第一个自变数 M 好了，它的构面是否一致，就是我们确保 second order 的部分。那我们就要拉到前面呢，把所有的第一个变数的构面拉进去，然后呢按统计资料，我们这边要打勾的项目有项目比例、删除后的比例、平均值、变异值，然后这边要选择的是相关性，然后这边要勾的是 F 检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按继续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了。然后信度分析，我们的报表怎么看呢？首先出来后，我们的 Cronbach alpha 是要看标准化的项目的为标准是 0.834， 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correlation 的部分。那相关性的话，我们M2 代表是 0.594， M3 的话就是 0.641 的部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看到就是 Cronbach alpha 一删除的话，3个值是 0.782， 然后 0.778 跟 0.737 的部分。然后composite reliability 组合信度它其实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它的公式是标准化建构效度，然后它是同一个变数的构面或者是题项进行加总，然后要乘以2，然后去除以一样是标准化建构系数建构效度的值乘以2，然后加上它的测量误差值，然后这些的题目跟构面或者是构面进行加总才能去算出来。然后关于测量误差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，我们是按分析，然后叙述统计，然后我们的叙述统计的部分。然后我们要拉的变数就是我们要测量的，我们要拉的变数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构面，我们是用 second order 去看的话，就是拉 M1、M2、M3， 然后选项呢这边要勾 S1 平均值，然后跟标准差这一块，然后按继续确定。
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右边的标准偏差统计量 ，M1 就是0.9027，然后 M2 就是1.089，然后 M3 就是1.01。接下来我们看效度分析的部分。那效度分析的定义是确保问卷有效性，然后效度分析的判别方式，建构效度我们就是看loading值要大于0.5，然后收敛效度呢 AVE 值要大于0.5。然后区别效度，我们判别方式是 AVE 要大于0.5，并且 AVE 要大于相关系数的平方。关于效度分析 SPSS 操作呢，我们首先按分析，然后按维度缩减，然后因素。然后呢，变数呢，我们会拉，就是以 second order 来看的话，就是构面的有效性的话，我们会拉多个构面一起进行评比比较。比如说这边 C1、C2、C3、O1、O2，对，我们会假设先用到 C3 好了，然后再按叙述统计，然后系数 KMO 继续萃取，这边是按主轴因子萃取，然后呢这边一样是按固有值1，然后按继续。旋转的部分这边要按最大变异部分继续，然后其他就不用动了，就按确定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的值，然后我们主要也是找旋转因子矩阵，然后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构面的旋转因子矩阵，我们就选最大的，然后选0.665。那第二个构面 M2 的话，我们也是选最大，就是0.669进行填入，然后进行以此类推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因子有超过2个、3个，一样也是选最大的进行填入就可以了，这就是它的建构效度。然后收敛效度 AVE 的话，它也是用计算的方式。那方式就是建构效度的值，刚刚的 loading 值，那同一个变数的构面或者是题目，你是 from first order 的话，就是要进行加总，然后再平方，然后去除以建构效度的平方加它的误差值，然后一样是同一个构面或者是题目进行加总，去做一个计算。好，所以建构效度跟组合新度其实要计算比较复杂，那就简单操作一下。举个例子，那我们先要解决误差值的这个数据，我们先按分析、叙述统计，然后叙述统计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小吴先计算 second order， 就是构面的误差值的话。这边选项一样要记得把标准差勾起来 ，S1 平均值，继续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要看标准的偏差总量，这边是0.9027的部分，然后我们要算我们的 M1、M2、M3，这边都是 second order 的方式嘛。然后我们要算我们的收敛效度，刚刚有讲过公式了。那收敛效度呢，我们刚刚的话要先确定就是我们的建构效度的值，因素缩减，这边确定，然后往下拉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值在这边，所以0.665、0.669跟0.83。好，然后我们刚刚将 loading 值跟我们的误差值都腾过来了，那我们要算收敛效度跟组合新度的部分，每一个构面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公式就是loading 值进行相加它的平方嘛，就是再乘一次，然后每一个 loading 值去加上它的误差值。再加上它们的平方，再加上它的误差值 M3 的平方，再加上它的误差值进行加总，然后去用大括号进行去除，这样子，我们得出来的值是1.022133。
那组合信度呢，只是把平方改成乘以2而已。那这边的公式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来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只是把平方改成乘以。好啦，那这就是 SPSS 信度分析跟效度分析。那希望有帮助到你哦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